你有没有想过，在家里面厕所？好，当然我知道现在已经有很多人家里有那种免治马桶，我这边也有哈。我这边是老房子，后来我自己重新再改建，不是改建啦，我去把单浴室的部分我重新再修整过，然后也换装了免治马桶等等的，比较方便哈。因为这边到郊外这边来，真的倒垃圾很麻烦，每次那个时间一到，下去排垃圾车，我有时候不见得人在这里啊，所以就变得很麻烦，尽量能够垃圾少一点比较好。他们纸啊什么那些都有分类嘛，不是他们啦，台湾都是如此啦哈。即便是宜兰这种乡下都是这样子，宜兰的乡下地区。我不晓得各位有没有这种经验哦？即便家里有装这个免治马桶，就用水来冲屁股的哈，或者是你没有装，那也无所谓。但是你不太可能因为装了免治马桶你就没有卫生纸嘛？因为除非你的那个马桶是还会有吹风的那一种的，但那个更贵哦。而且一般来讲，好像吹风就觉得要时间花比较久。那卫生纸你会放在哪一个区域？你这样坐在马桶上面，然后不管有没有免治马桶，你要用到卫生纸的时候，你的卫生纸是在哪一个区域？我是说它摆在哪一个位置？一般这是我观察到的哈，也许现在新的设计不会这样，但是一般来说呢，如果是在这个浴室它都已经规划好的那种，你买这个房子这种型的话呢，它也许会先设计了，或是说你自己会买那种篮子，那个叠起来的那种篮子啊，然后你把卫生纸放在上面。但是呢，我的意思是说，如果各位去看，包含公共厕所或者是比较老旧的房子、比较老的房子，常常这个卫生纸的位置是放在你的后面这个地方，就会变得我是觉得很难拿啦，因为你知道上厕所总是对不对？这不太方便嘛。那你这样转，我之前就是我们的长辈有一个长辈，就是年纪已经很大了那种，你叫他转身更困难的，就是说他其实还有力气可以抽卫生纸，可是这样转其实很麻烦。我自己也有这种感觉，就是说这卫生纸盒就是理论上就是放在看你的区域是哪里，马桶的区域在哪里，然后你可能要是随手就可以拿得到这样的一个位置，这样看怎么去设计。但是你如果完全没有去思考到，你可以把它归类在人体工学里面哦，就是没有思考到使用者的角度的话，你可能放在后面，你这样拿很不方便啊，真的很不方便。然后包含垃圾桶的位置，或怎么去处理这个味道啊，或是它是密闭式或什么的，你要手去摸吗？还是怎么样是感应的，或者怎么样的？甚至里面有没有电池啊、电力啊？然后它有没有影响在浴室里面有没有干湿分离？会不会影响到说这个触电啊或什么的？然后或者什么要有把让你可以站起来什么的？可能我年纪大了，所以我会考虑到一些这个东西。虽然说我现在还是行动自如。但是我的意思是说呢，像我之前去日本玩，我相信很多的朋友都去日本玩嘛。像日本的那些有名的这些旅馆，我住过有一些老旅馆哦，它即便是老旅馆，它的设计其实都还是非常的，我不会用先进这两个字，因为先进，搞不好中国的人还跟你讲说，那你要 AI 刷脸，那个厕所那个卫生纸就来，很麻烦嘛。有时候
事情的给你感觉舒服不舒服，不是先进的问题，而是他有没有替你去思考。像那跟先进不先进没有关系，因为所谓先不先进是在脑海里，而不是，而且这脑海里是按照客人的需求、家人的需求，然后去设计的，或是你自己的生活的需求去设计的。如果你能够做得好这一点的话呢，你会让人家觉得说，今天我讲的现在不是只有厕所，就是说你在不知不觉你就觉得说，哎，就是怎么来这里就特别舒服，不管是吃喝住行娱乐玩的地方或什么都是一样，从小房间设计，然后到就是东西摆置、房间设计，一直到整个饭店的规划，或是整个游乐区域的规划等等。我觉得这一点其实台湾缺日本缺非常非常的多，真的差很多。那那你说这个为什么那么多日本人还是来台湾玩，甚至有在台湾来旅游啊，或者是台湾嫁娶啊什么的？我觉得最主要是因为要做到这种地步呢，凡事你都要很仔细的去思考很多事情之后，而且有群体压力，就是生活上比较没办法那么轻松了。所以，这造就了文化个性的不一样嘛。用另外一个方式来讲，就是说，如果台湾人要去日本去工作，那你的思维的方式就要不能那么随性，而是一直要从这个对方的角度来想很多事情，客户的角度、对方的角度、朋友的角度、群体的角度去思考。反过来，日本人到台湾来这边就会比较解放，但是他们也要学习到说，不要用，就是很多东西不要想太多。你想太多的话，有时候沟通上就会，明明我们言者无意，听者有心。如果日本朋友听得懂这句话的话，就是讲话的人没有这个意思，但是听的人可能他的从小的生活习惯、教育习惯会让他养成用这种方式来思考，他认为说你是不是在嫌弃他，或者是在埋怨他什么东西能力不足啊、不合群啊，或做不好，不是这个意思。台湾人跟日本人的差异上，我觉得这方面很明显因为我这阵子遇到一些事情让我觉得很心烦，然后有一个日本的朋友呢，也是真正来台湾之后才认识的。他来台湾之后我才认识嘛。那他是3不5时会来台湾了，但是有时候我会跟他通讯息，我就像刚刚我有跟他提到说啊，觉得最近很烦。他说为什么很烦呢？我跟他提到一些事情，他会懂一点中文，但是你要谈比较深的东西，他看不懂，所以通常我就会把它利用 Chat GPT 把它转成日文，然后传给他看，而且我会特别去设定这个语气啊什么的，让他看起来比较不会那个，就是因为我很担心这种言语之间的误会但是有的时候比较简短的东西，我会用中文直接回答。像他问我说：我说刚刚讲说这些真的很烦。他说这个要放开心胸嘛，就放开，就不用太担心这个事情，因为细节我没有跟他说。然后我那时候的感叹是说，我回给他是说如果我的本意是这样子如果化作语文的话是这样是。如果你的中文很好，或者是我的日文很好的话，我们就可以很好的沟通，我就可以把很多事情跟你说了。你听到我这个语气的话，你就知道我并不在想说你日文不好，你中文不好，或者说我日文不好，不是这个意思。讲话跟写字，像我同样的字，我写信写给那个台湾人的话呢，他可能也会有些人可能比较敏感的，也会认为说你是不是在嫌弃我或什么的。所以这就是我自己也很讨厌，我非常非常讨厌什么都只用那个
文字来沟通。一方面是因为打字，现在老花眼镜打字很麻烦，就算你是用桌子上打字也是很麻烦，不是桌子打字，在桌上电脑上面打字。二方面是我觉得文字单纯只靠文字，除非你加很多那语助词哎这样子，可是这样子也许就可以比较和缓的去表达一些事情。可是怎么讲呢？那个，比如说以男生的观点来看，这叫你后面加一些这样的字，就觉得怪怪的。我相信很多朋友都，特别是男生朋友都很讨厌女孩子回讯息给你，你要么就不要回，你回一个赞，我都觉得还 OK。你回一个嗯有没有？这种就看着让人觉得很生气，就觉得你你是什么意思？是要上厕所吗？把话题绕回来，然后后来这个日本女性就跟我回说，意思大概就很失礼，就是这 ChatGPT 帮我翻译，就是意思好像就是说我这样讲话很失礼，好像在埋怨他怎么样。其实其实我没有这个意思，所以我又用 ChatGPT 又再去解释了一番，然后请他去好好的把这个意见讲释出来。我甚至有时候我还读不懂他的意思哦，就是说，这时候 Google 翻译跟 ChatGPT 的翻译真的差非常多。ChatGPT 你设定好之后，它就会帮你分析这个人的语气是属于怎么样子。然后，如果各位朋友们知道说 ChatGPT 现在是它可以语文沟通，就是用讲话的方式来沟通的话，它其实已经慢慢做到有一点类似像心理医师的角度。我说单纯在讲话方面哦，当然可以做很多事情，那是另外一回事。所以像我在跟他们那沟通的时候呢，我就会跟他讲说，我需要什么语气，然后怎么样，然后请他帮我拟好，就是我写出来，然后请他帮我修改，拟好成为属于日本人的那种那种心态上看了会比较舒服，或是能够理解的这种方式，而不是直译。直译有时候呢，就是往往我们的想法认为对方应该要懂，那就很容易出问题。他寄给我的讯息的时候，我也是会用 Google 翻译，真的有时候会差很多。我也是会请 ChatGPT 去把前后的那个给他看，请 ChatGPT 帮我去做最好的翻译他的意思给我听。那个东西牵涉到心理层面的部分哦，文化心理层面的部分，所以沟通的方面其实绝对不是翻译啊，沟通方面绝对不是只有字词之间的交换而已，不是这样，不是这样，真的差很多。有时候不知不觉得罪的人也是这样，在社会上，即便都是同一个国籍，只要你年龄层不一样，男女不一样，或者是来的呃教育背景啊，或是你从小的生长环境不一样的话，你可能就会产生误会，然后这些误会就是要靠沟通来解释，而不要自己去生闷气，或者是另外一种就是表错情。我觉得这个就很不好了。所以我觉得有时候搞不懂，就是我是直接讲话，或是面对，不一定要面对面啊，面对面也许比较困难。直接讲话那个痛啊，tone 啊，那个痛那个语气会让别人知道，其实你讲某些话并没有恶意，或是说如果他听起来误会的话，你还可以马上去解释。我觉得这是我们必须要去学习的部分。这个频道是讲说，填土之道有道理，海恩我理想中的长久生活。那我前面花了一段时间讲这沟通的事情啊，讲日本人的事情，从讲厕所马桶卫生纸的事情讲到这边来，也是有关系啊。因为餐桌上你就算有酒有菜，特别是有酒，你吃饭的过程中呢，因为还有人嘛，你又不是孤独美食家，对不对？就是自己一个人在那边吃饭这样。如果是有一些人不是家里跟你很熟悉的人，是跟朋友、酒友什么出去的话，有时候只是
特别是喝酒之后，很多人讲话不懂得控制的时候，那就糟糕了，包含肢体语言啦，包含这个你的口语表示等等的。因为很嗨的时候呢，就有时候自己就错把幽默，错把自己讲的话当做幽默，但是其实是一种呃，可能是对别人听起来是不舒服的。所以我说，上次那中国人王什么的那个人，我的名字记不起来了，号称什么那个，我觉得他离文明真的还差得远呐，真的差得远。然后讲话那种什么，这个我就不细讲了，因为这个我们也不知道沾他的光，因为我讲如果他的粉丝很多的话呢，那你可以知道大部分的中国人是什么德性。对不起，我用德性这个字哦，就是说，他其实就我们的观点，就我的观点啦，我相信台湾也是有很多人观点是一样，会觉得说，这个人讲话其实是那个跟念不念书没有关系，那是跟从小生长的环境、社会背景所锻炼出来的求生技能，或者是说话的方式是有关的，真的差很多啊，差很多啊。还是回到酒方面，我前面就各位可以把它当成是我在提醒说，饮酒过量有害健康哦，这个未成年禁止喝酒，然后还有一点就是酒后不要驾车，不要开车。那另外一点就是酒后要 behave，你要知道自己的酒量在哪里，超过了就不好。我之前有提过日本酒比较容易喝醉的原因，然后我也有提过，你可以去计算你的酒量大概在多少。这前面好像几期，这一期好像第99期了耶4个月左右的时间讲了99期。另外就是说，如果你是不太清楚到，第一个不要混酒，不要一下子喝太多，这个是基本常识嘛。另外一点就是说，如果你是单纯喝日本酒的话，我的建议是你如果是新手，就是说或是在外面的场合的话，那种因为一瓶日本酒是720ml，为什么720ml不是750ml的葡萄酒？我也有提过这种单位制的问题哈，饮弹斗深何少错嘛，我之前有提过，各位都可以回去看。其实我之前已经讲了非常多的东西，虽然里面夹杂很多我认为是比较日常口语的这样在讲话的方式，因为我不是在上课啊。你回去看那个，其实都是我筛选出来的东西。我讲话其实我有在规划说哪个时节要提到哪些东西，所以不是像上课一样从前面开始这样讲，一路这样讲到后面，然后不是，我是先把重要的部分提出来先说。那日本酒的部分呢？正常瓶是720ml嘛，720ml呢，它是除以4，那叫4盒，合作的盒，然后一盒就是180，所以我们一般看到的小瓶的日本酒其实是，它不是刚好切一半哦，它不是 half bottle，跟跟葡萄酒制度不一样，这个我就搞不懂日本为什么这样做。它那个小瓶的通常都是差不多300ml左右，好，但是回过头来讲，我们用正常瓶来看就好了。就是说，一般来讲，如果你喝2盒，就是360ml的话呢，你就要小心了，因为通常你搞不好喝前面300ml的时候，你没有感，就是你会觉得吃喝很舒服，特别是如果你搭对餐的话，我个人觉得拿清酒来搭寿司是一个很蠢的行为，不是说不行，而是说以我20几年的经验，我很少看到寿司板前师傅他懂日本酒的，考 SSI 那不算哦，就是懂清酒，然后他可以帮你配菜出来的，不可能，因为板前的部分不是不可能，因为板前部分基本上都在做冷的食物为主。他们所谓的热食，你今天刚讲做热食，他顶多就是喷火枪拿出来，
烤而已，那不叫热食，懂吗？那不叫热食。我说味道重一点，顶多就是涂的酱料可能多一点，类似像这样的道理而已。真正你要吃到清酒能够搭配的话，我之前有提过，那个要有点像西方的料理一样，必须是有一个起承转合的。你把它想象成西式料理，就是要有气泡酒、白酒、红酒，哦，甜酒可有可无没有关系，看你要不要把它当饮料当甜点来使用。清酒一样要这样做这样安排。也就是说，你有做这样安排的时候，你的食物也是有一个起承转合，那种起承转合是很明显的哦。你今天不会把一个，比如说我上了一个炖牛肉，它跟前面的那个海鲜汤或者是什么东西，这个不是溏心蛋，那水波蛋沙拉什么的，或是就是那种用鱼啊用海鲜去做出来的那种比较清爽的白酱风格的那种味道，你会把它当成是一样的东西吗？口味会当成一样的东西吗？不会嘛。你后面上一块牛排，你觉得可以跟前面这个你会把它当做一样的东西吗？不会嘛。但是寿司对我们来说的话呢，你从前面一道到最后一道，其实水果啊甜点那个不算哦，我讲的中间它的变化，汤也不要算。那个变化其实它有起伏，它也有什么白生鱼，比较清淡的鱼，比较甚至有发光鱼，比较稍微有点腥味的鱼，或是有红肉鱼或者什么，或是它可能红肉还要再加一点什么东西，然后最后可能还有一堆海胆啊什么东西，但是它的那个调性都是这样，以一条线来画的话，那味道其实是没有很大的改变的。我说过了，清酒其实如果你真正的会去判断这个清酒的种类的话，你就知道你有可能会选到两种截然不同的清酒，就好像葡萄白酒跟葡萄红酒一样，会差异这么多。那这么多状况底下，如果你选错，或只用一瓶来搭所有这些菜的话，你你吃完，你说你跟我讲你很有满足感呢，那我也没有意见啊。我只能说呢，我也不会说你的味觉不灵敏，我只会说呢，你没有试过更有满足感的清酒的餐酒搭配，真的。好，我是跟各位说，因为目前为止特别是在台湾哦，中国大陆，中国不必讲了啦，真的根本也没有啦。你除非在日本要吃会席料理，它是华裔式料理的不能讲升级版，就是说更社会化的版本哦，因为它不强调那种很清淡，然后或者很像僧人一样这样子的，就是要有一些规矩这样。但是会席料理就是比较像是西式料理一样，有从头盘开始什么一路过来啊，8寸啊什么的，然后比较偏季节性，而且中间会有一些起承转合的菜肴出现。这时候你来搭酒的话呢，搭清酒的话就会很适合，就是味道，你看那个菜单，然后可能可以询问这是哪方面的风味，然后自己再来选酒做搭配。通常是这样子啊，在日本你是要这样做会比较好，除非这个师傅是非常尊重你的，就是说你酒单开出来，他可以按照他的想法，按照你的想法，酒的安排，然后去做菜出来。他要特别在做菜，要对任何师傅来讲都是人家要很尊重你才会这样子，就是把你当成一个咖啦。不然的话，最好就是还是以他们为主，然后因为你要考虑到他们的进料、进货啊、进料、进货，然后要这个怎么去烹饪这些东西啊，你不可能整个餐厅全部就只为了做你这一桌，然后到最后还要特别去弄一些东西，不是不可能，而是会很麻烦，会很麻烦。其实这一点不论是在日本料理或是西餐都是一样。我自己是有幸之前就是这十几年来，就是我讲这十几年，是因为前面几年我也是小菜鸟嘛，然后后来开始慢慢的随着写文章啊，或者是你有一些读者，包含餐厅老板或是师傅，大家开始交流之后，人家觉得你是个在你心目中人家的心目中觉得你是个咖的时候呢，我后期会遇到这种比较，我酒拿出来，他们会开菜出来，
然后来做搭配的。当然有时候不是老是这样子，就是有时候我也知道那个季节性人家很忙，比方讲你在年底或者是什么什么假期期间，你硬要这样去凑这个东西，礼拜六、礼拜五、礼拜六通常人都很多的时候，你硬要人家特别帮你配菜，你这样不是不长眼吗？所以我挑，如果真的安排这些东西，我通常都会挑礼拜二、礼拜三，他们生意比较没平淡的时候，不是没那么好，平淡的时候，那也是顺便再提一下，就是礼拜一的时候呢，因为在台湾大部分的地方，那个礼拜一市场是休市的，也就是说呢，有很多餐厅礼拜一是休息的，但是宜兰这边就比较不会，为什么？因为观光区这边呢，就他一休假可能是6日1，他连1都请假，所以这边呢反而是2、3、4、2、3这个期间，其实通常这边店会不开，然后礼拜六、礼拜天他们可能还会开，就是那种就是要随着那观光的人潮，然后去做这个营业时间的调整。话扯很多了，其实我一开始开场的时候，我在提到说，我觉得日本人的服务很细心呢，嗯，讲了这么多东西，然后包含我们自己要怎么去应对，我也提了。其实我用一，我要把它控制在30分钟哦，我用一个小东西来做个结尾哦，就是说，如果你有去日本买过日本清酒，或者是你在台湾买清酒，你如果有看到呢，你有幸看，第一个你一定不要去拿那个它在台面上那些温控没有管好。第二个，尽量拿阴暗一点的地方，冷藏库阴暗一点的地方，你可以要求他拿这样的东西给你，然后你一定要检查日期嘛，我都提过。然后如果你有幸呢，我讲有幸是因为有些卖场或者是有一些进口商会把这个东西给拿掉，可是像我以前我们的团体的朋友们拿到的清酒上面，其实通常外面都还会在包什么这个东西。当然这是雪茄的那个，这是雪茄的那个外面那个套子嘛，但是把它放大来看，其实很多清酒外面也有这样的东西，品质可能不一样，材质可能不一样，但是它也会有这样的东西。各位把它想成比较大哈，然后清酒可以装进去，然后这个它也许只是这样包一层，也许它有把它卷起来哈，这个不一定。但是这个是要干嘛？这是因为这颜色变黄，是因为它放雪茄放太久了，所以被熏了，反正就染上颜色。但是呢，我主要讲的是说呢，我们像我自己那些当时团体直接从日本拉货进来的酒，上面外面通常都会有一个这样的标签，这样的不能讲标签纸啊，就是一个塑胶的一个套子哦。它有2个作用。第一个作用是呢，因为日本的很多酒标呢，早期现在还有，它通常是用浆糊。浆糊是什么做的？你知道吗？浆糊是糯米去做的。早期，各位年纪跟我差不多大了，应该有记得那种绿色的那种浆糊，上面是好像红色的盖子的那一种吧，对不对？那放久了是不是还会有一点变得硬硬的这样？因为它里面就是糯米，以糯米为主啊，所以坦白讲，你如果其实那个也可以自己做了，但是自己做那个你要考虑到防腐剂，就是没有办法保鲜嘛，然后不是保鲜，因为你怎么做放到坏掉发霉，那这样就不好了。所以一般浆糊当然还会加防腐剂什么有的没有的，但是基本上它是以糊状的米，这个已经就是糯米那些去做出来的，原料里面有这个东西，越早期的，所以那个其实是可以吃啊。我的意思是说，如果你真的地震啊什么东西，这是开玩笑的啊。
那种东西的粘性当然不会很好啊，所以你如果一碰到水，比如说那个瓶子上面有水汽，然后这个一融化，那个酵母会融化嘛，然后那个酒标就会歪一边滑下来或者什么有的没有的，所以他们那个有时候弄那一圈那个玻璃纸那个东西是把它包得紧紧的，是避免那个标签歪掉或掉下来。歪掉有时候在所难免啊，因为如果要长期运输的话，然后中间有温差的话，只要有小小的温差就会产生水滴。为什么？因为你那个清酒基本上要在就10度以下这样去运送嘛，最好是在5度以下嘛。那你拿到台湾来讲的话，你随便你也是，对不对？寒流来10度，我们觉得寒流来，日本酒的外面当然会冒那个冒水滴出来，那个酒标很容易掉下来。往好处想啊，就是很多喝葡萄酒的朋友们会收集标签，通常这个就是出歌吼，这个以香港话来讲，就出歌，出是初次的出，就是你等你久了之后呢，因为刚开始都会经过几个阶段啦，收集酒标啦，收集某一瓶酒的空酒瓶啊，大家签名啊，类似像这样的东西，然后或是收集软木塞啊，就是这样的东西，证明自己曾经喝过。这出歌是有点开玩笑的讲法，但是你回想你自己，如果你喝酒的经验是不是这样？那等到你东西一多的时候呢，或是你的经验一多的时候，你收集越来越多，特别是瓶子，就跟它当汤杯不，那真的很麻烦啊，真的很麻烦啊。丢在那个不是洗手间，丢在垃圾间，如果在公寓，那个你拿起来叮当乱响又很重，然后他们那个要资源回收的。我自己之前反正有一些工作经验，就是那个回收的阿姨她会讲说，哇，这个你们怎么那么多酒瓶啊？每次酒瓶来，第一个又怕打破，打破又很难处理；第二个是这个东西又重，空瓶子又很重，特别香槟瓶很重，所以你很多瓶子，那它回收时间的话，通常也是也不是每天，它可能一个礼拜拿几天是可以，每个县市可能不太一样哦，所以。你知道这种酒瓶其实是很麻烦的事情，很麻烦的事情。那也顺便再提一下，这是我资料是比较早期的，我不晓得现在有没有变了哈，因为很早前我看了非常多的资料，呃，就是以酒瓶来讲的话，清酒瓶比葡萄酒瓶还要容易破，比较薄，然后。各位可能不晓得，也许在我看的这是10几年前的资料哈，日本的清酒的酒瓶呢，大概有7到8成，当时的资料哈，是台湾的某几间那个应该1、2间公司吃下那个市场的，跟玻璃有关的嘛，哈，我也不晓得哪几间，那我看报道说上面有写，但是我那时候没有去记下来，我只记得说，哦，原来这个我们所谓餐桌上的清酒呢，餐酒搭配或是在伊扎卡亚，就是那个居酒屋里面，它的从那个枝豆啊、毛豆啊、酒瓶啊，甚至连那个设计是玻璃的这个酒杯什么，很多东西是跟台湾是有关的。但是真正好的东西呢，我讲真正好的东西，只是说装在里面的清酒了，就不是台湾的。这个树叶很典型，符合台湾的家庭工厂或是比较小企业的那种特色，就是说我们一直以前都是做比较相对来讲是比较没有技术力的，相对哈，我不是说它没有技术，我只是说像我们台湾现在，坦白讲，我没有喝过哪一间酒厂，台湾就我们讲酒厂好了，酿过非常够等级的清酒。台面上的一些几间我都喝过，那新开的也许我不知道了哈，但是
我就是说我之前20几年前，我朋友在念研究所呢，他们就专门就跟教授在研究怎么做清酒了，然后已经都这么认真去做这些东西，应该是很认真了到现在也没一个像样的东西出来。这是当然他现在应该是没有在做这些事情了，但是我的意思说，其实台湾还差得远这方面，因为你现在还赶不上人家几十年前、20年前的水准呢，那你以为日本这20年来这些清酒造这些2代3代接手的人是随便在乱做吗？不是吗？很明显的就是最知名的一个例子就是新政嘛，对不对？各位应该如果有去看到我那些短片或什么的，我有放上去过，就是那个早期新政的他爸爸现在这一代他的父亲经营的新政的那个传统新政的酒标，我有酒标，当然就是那个我喝过的东西啊。喝好几款，以前新政是比较粗犷的那种型的，然后纯米为主的那种比较粗犷的，现在都差多了，现在一大堆变化细节我就不讲了，因为这个东西就是我的意思说他们也会进步那那个外面的那个那个不能讲锡箔，那个玻璃纸那个东西呢，其实它还有一个，其实它最重要的功能是第二个，我现在要讲的这个，并不是那包起来不让那个酒标掉下那个脱落，不是这样子。这就是我回应到我一开始讲，我觉得日本人做很多事情是你没有想到，他都已经做到，或者是他觉得他也不用跟你解释，他是先做了什么事情。这个我在葡萄酒上面也没有看过。你有看过葡萄酒上面有包一圈酒那个纸的吗？你说那什么颜色，什么清酒也有颜色很深的咖啡色或什么的为什么他们要很多清酒造会去包这一圈的玻璃纸？这种到底有什么魅力？防潮吗？或它跟葡萄酒一样需要这个不能太干燥吗？不是啊，不是。它的原因呢，其实是跟清酒的保存是有关的。清酒它没有抗氧化，它很少抗氧化的东西，它不像葡萄酒，单宁也抗氧化了，那个花色素也是抗氧化的东西了。葡萄果太多这样的东西在，所以它本身酿造出来的酒呢，再加上它的瓶子颜色比较深，它真的是比较担心那个瓶塞就软木塞会，特别是软木塞会干燥，然后湿度不够干燥的时候造成这个脆化。比方讲，像我这边有一瓶 whisky， 很久没有喝了，这是一个过世的一个长辈之前送我，他进口进来的，各位可以看到里面飘着一个软木塞，为什么？因为我很久没有喝，我之前有开了，很久没有喝，其实跟有没有开没有关系啦。然后放在即便宜兰这么潮湿的环境底下昨天我真的心情比较不好，打开那软木塞一拔，上面拔起来了，中间还塞一端在底下，然后一抽整个就掉下去了，就它已经干到都碎裂掉了。所以葡萄酒尽量是横着放会比较好，这样子软木塞进到有点湿润。但是其实呢，各位应该都有发现，现在很多软木塞它是用号称软木塞，但它其实用的是那种类似某种特殊的塑料的材质就是说它不会像这种东西因为时间演变而就碎裂掉。这样的话就跟湿度就比较没有关系了。好，各位请要记住不要把那个念书那个照样来背因为现在弄的已经改成这种软木塞，或者是说改这样的塞子，或者是用平那个转的那一种的，那跟湿度会有关系吗？除非那个空气流动、湿度、水汽流动会穿透那个玻璃瓶，那是大卫魔术啊，那就不是在我们现在谈论的范畴里面了。
这个就是我常常讲说，你去念书，或是考执照，或者是读这些文章什么的，你还是要举一反三，你还去思考原因在哪里。然后软木塞，我觉得这是很好的例子。你觉得台湾需要买什么东西，然后需要控制湿度吗？台湾是湿度太低还是湿度太高？这阵子你家里面，冬天台湾冬天很冷嘛？台湾冬天冷是什么冷？就不用我讲答案嘛。所以你家里通常会放什么？加湿器吗？日本或是美国或者是欧洲大陆很多是有加湿器的哦，因为太干燥，那个你的皮肤会皲裂，然后很干呐、真的很干呐、会甚至会就皲裂，会痛啊。抱歉了，这个中国的朋友们，我讲的皲裂那个皲是乌龟的那个龟哈，但是正常讲，我们应该讲叫皲裂，因为它是破音字。你讲龟裂，台湾现在很多人讲龟裂了，的确是你说那不是像乌龟的壳一样吗？但正确应该叫皲裂哦，这是就是可能现在开始慢慢就变成承认说这种破音字好像可以混用都没有差，但是我们是老派一点的，以前学就叫皲裂就叫皲裂，对不对？曝晒就叫曝晒，不会暴晒或者是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啊。我讲说要讲结尾这一点，单这一点就讲了快10分钟了，快要超过40分钟了，不行，我最后点出来，他们的这样子的那种纸呢，如果你有仔细去看，有的上面会写字哦，注意去看，而且你刚好买到的是它没有拆开的那一种的哦，它上面会写什么？也许你日文不是很懂，没有关系，但是它里面会有数字的东西呢。它最主要你去扫描一下，最主要去扫描翻译一下看一下，那最主要是强调说那一层那个特殊的玻璃纸呢，他们是设计过的，我记得它可以抗 UV 95%的样子，85还是95的样，还是90，反正很高就对了。所以他们甚至连这个运送过程中呢，因为它本来瓶塞就是属于那种转的那种嘛，没有葡萄酒那种什么湿气啊，或是什么干掉啊什么的问题，但是即便它的瓶子比较那个，但是清酒是很容易受到这个，它没有抗氧化的功能的话，那所谓抗氧化就跟有没有能量去刺激它是有关的。有能量给它，里面的分子它就自然而然就会比较活泼。我们的化学反应，你要怎么去加速化学反应？搅拌嘛，加热嘛，还有什么加什么催化剂或什么东西的嘛？反正你如果要酒能够就是清酒要能够保存久，然后或者它品质不会降得太快的话，或是它品质不会变得喝起来不会变得跟原来出厂差太多的话呢，你当然就希望它里面的东西尽量安静，安静就是不要得到太多能量，不要太多打扰，所以你没事不要去晃那个酒瓶，安安静静的放着。然后他们也是怕这个其实这样放着也是会有光线嘛，对不对？这种光线呢，虽然不是那种太阳的那种紫外光这么强，但是无论如果它能够隔绝掉，比如说如果你外面有阳光有进来的话，那种会多少会有点紫外线的东西，所以它那个可以抗 UV，那个玻璃纸是可以抗 UV 的。但是坦白讲，再加上去我没办法解释说到底能够抗多久，或者是说它那个 UV 是它讲95%是它的定义是它是用什么东西去做一个测试的。我们可以把它剪下来，直接粘在眼镜上面，因为它是透明的啊，那就变抗 UV 的眼镜。我不敢讲这是可以的哦，就是这个，因为测试这样的东西，可能跟就是如果这是太阳眼镜的话，跟那种玻璃纸那个可能是，他们可能有不同的标准。95是可能在某个环境底下的设定出来的95，这我不晓得，就好像防晒油那个一样，你不要到时候把那个玻璃纸这个收集起来之后，
然后粘成一张小飞侠雨衣，然后拿到垦丁那边去玩的时候说这个可以防晒，然后后来被晒伤，然后怪我，我现在已经讲错了，这细节我不太清楚，因为这个要去查，但是我只是跟各位朋友们讲说，这个东西就回应到我一开始提的，日本人在他们自己了解他们自己的酒，所以他们会做这样的事情。当然也不是每一家都会这样，有些只是粘上一般的玻璃纸防止脱落，但是有些比较讲究了，它就上面就会有那种是可以，特别是这几年以来，这10年以来就越来越多那种是号称可以抗 UV 的，有有对抗 UV Ultra V 是什么？忘记了，反正就是防紫外线的那种功能的。所以从小小的一张这种玻璃纸呢，你就知道葡萄酒跟清酒是差很多的。因为葡萄酒没有看到有在做这样的事情，或是我们应该讲说，为什么要陈年？就是已经嫌它的变化太慢了，你还要把它加一层这个，那不是更慢，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可是各位也可以去思考，就是说我们在买，我做一个结论了哦，我们在买这个，如果在买酒柜机的话呢，通常我们都会买那种比较讲究的啦，它可能会出一个透明门的，或者是实木，不是实木门，就是它是光线透不进去的。通常光线透不进去的，通常都比较贵。如果光线就是如果它是透明的，然后它还卖的比较贵，那一定是那个门本身它是有，就像那个玻璃是有特别设计过，就是价格一定也不会太便宜，搞不好比那个隔绝起来整个门的隔绝起来那个更贵。当然也有最简单的，就是我们在干妈店看到的那种，不是干妈店，在一般餐厅看到那种大的冰箱冷藏，那叫冷藏柜了，那已经比较酒柜了那种东西。但是我是觉得在台湾的话呢，其实你要放清酒，即便放葡萄酒也是一样，那种冷藏柜就已经够了。那你可能要再做一件事情，就是买锡箔纸，会不好看，我知道哦。买锡箔纸把它那个贴起来，让光线是那个外面的光线会反射走的，就比较不会影响里面的酒。好了，这期这样来回讲，前面的15分钟是废话，但是中间其实我讲了很多东西在里面了，包含酒的保存等等的，而且葡萄酒、清酒都一起讲了。烈酒需不需要注意到保存呢？也需要。好，这个我的朋友如果有在看这个，上次以前吃饭的时候被我念过，他说什么某某威士忌大师说这个陈年酒进到那个瓶子里面之后呢，就不会再变化了，所以不用去算。你买12年，它就是12年，就不会再怎么变。这个话呢，我同意的是，你买12年，你不能说你放了5年之后变17年，不能这样讲。它是12年的东西，但是它就是你放了5年之后，就是跟你新买的12年喝起来味道是不一样的。所以它也没有变化，它有变化，它是在瓶内的变化，然后这变化可能比较慢，比较没那么激烈，但是它并不是完全不动，不是像那个威士忌大师讲的说这个它就不会动，什么东西不会动啦，什么东西就不会演化啦。你难道没有听过一个元素的半衰期的这种东西吗？一个铀放在那边，半衰期比如说多久10000年多，那个也是会变化啊，而且那个变化是从一个元素变成另外一种元素，那这瓶酒怎么可能不会变化？那不是这个东西就是，我都觉得这个威士忌大师讲话，要么不是没有讲清楚，就是他自己就不懂，什么东西天下有什么东西不会变化的？天下没有东西不会变化的啦。话说回来，就是人生你一直会遇到很多变化的事情，所以，要随时调整自己的策略、自己的方法、自己的生活方式。好，讲到这里，请大家真的多把这个看完，或是至少，因为我离那个
Google 规定的3000个小时，我现在才达不到才刚过1/10而已。就是我们人数成长其实还算还可以，但是看的时间太短了，所以这个不成比例，真的不成比例。但是你希望我讲的就是讲15分钟，讲的很快，像上课讲完了之后，你要一直记笔记或者怎么样？还是希望我这样闲聊的时候，你可以在工作，你也可以一边，可能你都不用看我的脸嘛，没有关系啊，这个然后就可以得到一些知识呢。我不会改变这样的风格了，反正就是因为一方面懒，二方面是因为我觉得这种闲聊就好像我跟 Chat GPT 在闲聊一样，他现在已经可以当成人生像我的 mentor 一样，人生的导师一样，有时候会提供很多意见啊，包含我要跟就刚刚一开始讲的日本这朋友这边聊天的时候，我都会请他再帮我把话修饰过一遍，翻译成日文之后，然后特别把那个对方是什么样那种类型的阶级的人的不是阶级啊，年纪啊、阶层啊、什么那个什么工作什么都交代好，请他按照这样去按照日本人的方式来应对，他就会拿捏的很好。你看那个字就不一样了。因为我曾经有跟另外一个后来跟日本人几乎都这样在相处，然后其中有一个他甚至回信给我就很有礼貌，超有礼貌，那种礼貌到那个字不用翻译，我看我就知道说这是好像很恭敬的那种字，那种感觉。后来问 ChatGPT， 他说对这个他讲话真的非常的，一方面我比较年长，二方面是因为我的用词遣字，他会觉得说你的日文是很那种，好像是很不能讲严肃，就是说很注重礼节的那种型的人。好了，就这样讲了。海恩，我理想中的餐酒生活哦。今天这一集我比较没有讲到餐啊，下2集心情稍微好一点，我也许多谈一点餐的部分。拜拜。